坐公交的时候，我给一老奶奶让座，老奶奶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又眼神阴森地盯着我。姑娘，戒死不戒生，你活不久了。我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老奶奶，她穿着一件灰色麻布长袍，胸口挂着2串佛珠，老态龙钟，却又精神抖擞，倒像是有种大师的范儿。姑娘，5天前是不是有人在你身边生下了孩子？戒死不戒生，你这是被人夺了命数，活不久了。我想了想，确实有这回事。闺蜜林美丽被渣男哄骗，带了肚子，失联大半年，上个月才来我家找我诉苦。我心疼她的遭遇，照顾了她许久。上周她说肚子痛要生了，让我开车带她去医院，半路孩子就生到我车上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时不时头晕目眩，睡眠不好，食欲下降，甚至老做噩梦。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，今天坐公交就是因为前天车被人撞了。大娘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不能有假。姑娘，3万块，我能帮你化解。看着老奶奶竖起的3根手指头，我都想给自己一巴掌。这么明显的江湖骗子，我竟然差点相信了。我冷哼一声，我没钱，大娘，你去骗别人吧。老奶奶摇了摇头，从包里拿出一张黄色的符纸，塞到我手心里。姑娘，我看你面善，才告诉你。你不信就回家看看，你家东南角是不是摆了一只陶瓷娃娃，眼睛是红色的。你要是信我，这张符你拿回家，天亮前对着娃娃烧掉。我没有印象家里有什么陶瓷娃娃，但也心里一紧。他既然敢这么说，莫非真的有什么借命之说？到站了，老奶奶起身下车，临走时又转过头对我说：姑娘，信不信由你，我叫秦婆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需要再找我。我呆坐在座位上，腿脚一阵发麻。下了车，不由得胸口隐隐作痛，我决定先去医院检查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最近累着了。做了个全身体检，医生告诉我身体很好，没什么大碍，只劝告我最近不要熬夜。我看着格外正常的体检单，松了一大口气。路过楼梯间时，2个护士正在聊天。哎，李姐，你那个难产的孕妇出院了吧？今天刚出院，我跟你讲，那孩子先天性的恶性疾病，生产之前就检查出来了，活不久的。结果孕妇非说孩子没事，要一起办出院。那孕妇也挺奇葩，孩子早产，听说生车上了。可怜那孩子摊上这样的父母。我顿住了，猛地回想起林美丽指定让我送的就是这个医院，难不成他们说的就是林美丽？想到这些，我心里直发毛。那天我从后视镜看到林美丽生下的孩子的确没睁眼，也没有哭腔，不像是正常的胎儿。我只当刚出生的孩子就是那样，没多在意。我脑中又浮现出那个秦婆婆的话，她怀了将死之胎，借了你的命，才变成了好命胎。你的气运寿命都被借了，你活不长了。回到家，我用指南针找到东南角，正是我家书房位置。我在书架上翻了很久，没有找到所谓的红眼睛陶瓷娃娃，正准备把书都挪下来，再挨个检查一遍，老公回来了。老婆，你在找什么？满头大汗的。没事儿，老公，我找一本书查点资料。我不打算把今天的事告诉老公，毕竟这是8字还没一撇呢。老公和林美丽是同乡的邻里，这么离奇的事情，如果是个乌龙就不好了。老公轻轻地将我推了出去，你快出去喝口水休息休息吧，你告诉我书名，我给你找。我随便报了个书名就出去了，在沙发上喝水时，抬起头看着书房，门隐隐约约地开着一条缝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老公站在第3格书柜前，用手推着什么。老公的举动让我心中升起一丝疑惑，书柜里是藏了什么东西吗？晚上我睡到半夜，便偷偷翻起身，摸黑去了书房，轻轻地打开门进去，并反锁住了房门。第3格书柜，在里面摸索了一会儿，找到了一个开关，摁了一下，就听到木头滑动的声音。我打开手电筒照了一下，看到墙壁的暗格里的确放着一个陶瓷娃娃，眼睛也透着红色，血红的眼睛像流着血一样，阴恻恻地瞪着我，在黑夜里显得格外诡异。迷人点睛，祸之将行。恍惚中，我甚至听到了婴儿的啼笑声。对，没错，是啼笑声，那声音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又好像慢慢融合，边哭边笑，在我耳边不停地回荡。顿时浑身发麻，像被什么东西牵制住一样，动弹不得。这时秦婆婆给我的符纸从兜里自己飞了出来，发着微弱的黄色亮光。我好像又恢复了知觉，我将书挪了出来，拿起符纸对着娃娃，符纸自己点燃，所有灰烬全都被娃娃吸收了。我并没有着急处理掉这个诡异的陶瓷娃娃，反而把娃娃又放了回去，关上暗格。没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前，我不能轻易暴露自己。做完一切，我打开书房门的时候，老公站在门口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抬头对上他空洞无神的双眼，吓得我呼吸一滞。老婆，这么晚了，在书房做什么？不知怎的，我听着老公的声音也感觉有些阴森，让人脊背渗出寒意。啊，没事啊，老公，我突然想起来明天要用的一些资料，过来处理一下。我们快回去睡觉吧，老公。我轻轻地推着他，他躲开我，让我先去睡，自己却转身进了书房。老公表现有点异常，大半夜的为什么会来书房？
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陶瓷娃娃是老公的手笔。可是他这么做是因为什么呢？难道他和林美丽有什么勾当？第二天午休时，我就打电话约了秦婆婆在我们公司楼下见面。看到秦婆婆来了，我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。大娘，您帮帮我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符纸我也烧掉了，现在我的命运该换回来了吧？秦婆婆看着焦急如焚的我，苦笑了一下。姑娘呢？那个娃娃的2个眼睛是用你的血涂上去的，破掉这个只是能让你多活2天，拖延时间。那怎么办？大娘，求你帮帮我。我的声音里都带着哭腔。昨天还说秦婆婆是骗子，今天生怕她不帮我了。秦婆婆又竖起3根指头，看着我。我拿出手机，很利索地给她转了3万块。我生在城里，父母都有高薪工作，倒也不愁经济。况且经过昨天的事，我觉得她是有些真本事的，这钱就当买我命了，花得值。秦婆婆点了收款，又看了看余额数字是对的，才开了口：姑娘，你给了钱，我秦婆子才不承担因果，我也就敢放心帮你了。秦婆婆拉着我去了她家，是一处比较隐蔽的小矮楼。进屋后，整个房间都是灰蒙蒙的，挂着大小不一的符纸，锦帛。她翻箱倒柜，从柜子里找到一个玉佩，让我时刻戴在脖子上。这个玉佩能够暂时压制你身边的那些邪物，让你不受到伤害。那个陶瓷娃娃能出现在你家，并且拿到你的血涂上眼睛，肯定是你身边人作祟。这个邪物虽然破掉了，但是你的状况也没有好转，说明那只是一个连接物而已。秦婆婆看着我，又闭着眼睛掐指一算，还拿出了一本厚厚的资料在翻看着。他们肯定还有更厉害的验圣之物在害你，这个东西放得很隐蔽，我竟也没有算出所藏的方位。大娘，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借运需要3期21天，你现在还有3天的时间破解。如果错过时间，你就要被换上那男婴的命，马上就要死了。说着，秦婆婆拿出一张红纸，3两下画满了符咒。这张红纸你拿好，找到那个厉害的验圣之物，包住它，再滴上你的血，拿过来交给我烧掉。听了秦婆婆的吩咐，我点点头。印象中，林美丽半月前就来我家住了2天，最近也没有去家里。血涂的眼睛，血。那天林美丽要吃苹果，我给她削苹果，割破了手。当时是老公帮我包扎止血的，难道是他？再加上昨天老公的反常举动，我更加确定那个娃娃是老公放的。不然家里为什么好端端出现一个暗格，我都没发现。可是他为什么和林美丽勾结呢？我决定先去探探林美丽。我买了些水果、补品和母婴用品，到了林美丽家中探望。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，瞎了一只眼睛，眼眶黑漆漆的，有点吓人。见我进来，她用仅有的一只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上下打量着我。我一愣，总觉得这老太太的面容有些熟悉，像是某个人。瑶瑶，你来啦！林美丽从卧室走出来，亲切地拉着我的手，双眼含笑。要不是发生这种借命的事，我真的不会怀疑林美丽对我的好。我们3个是大学同学，林美丽和我是舍友。入学后，我们很快就打成一片，老公李伟还是林美丽一手撮合的。美丽，你刚生完孩子，气色挺好的呀。倒是我最近老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大不如以前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可倒霉了，感觉招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我得找个大师去看看了。林美丽一怔，她听见我说找大师时，明显神色有些慌乱。怎么会？你状态挺好的呀，宝贝，数你最漂亮了，皮肤多好啊，连个黑眼圈都没有。再说你运气一直挺好的呀，工作顺利，老公体贴，还有我这么好的闺蜜，别多想啦，宝贝。瞎眼老太太走了过来，递给我们2杯水。美丽，这位是？这是我们村的邻居大娘，老家拆迁了，最近来城里住，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，我就接济一下，反正我也是一个人住。瞎眼老太太附和地点点头，便回到屋里。她关门时，我清楚地看见她用另一只眼睛阴狠地盯着我看。看着桌上的水，我不敢伸手去拿，生怕里面放点对我不利的东西。美丽，我们去看看小宝宝吧。瑶瑶，小宝在睡觉呢，下次吧。林美丽还没说完，我就推门进去。我就非得要验证一下，这婴儿是死是活，是人是鬼。婴儿床上躺着一个男婴，动也不动，面色透着青紫，眼圈乌黑，看起来毫无生气，让我瞬间就想到了昨晚的陶瓷娃娃，脑中又响起恐怖的婴儿笑声，脊背直冒冷汗。我吓得双腿顿住，不敢再上前。小宝真是在睡觉啊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我转过头，遮掩住恐慌的神色。林美丽见我没进去，偷偷松了口气。她拉着我走到客厅，喊了瞎眼老太太去看着孩子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和林美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满脑子都是男婴浑身青紫皮肤的样子。终于，我坐不住了，起身要回家。林美丽送我出门后，我在楼梯间听到身后诡异的一笑。半夜，我迷迷糊糊醒来，身旁空空的，老公不在房里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去，靠近书房门口，听到了老公的声音：妈，现在怎么办？陶瓷娃娃好像失效了，我还用取它的血点上眼睛吗？妈，老公哪来的妈？
从结婚的时候，他就说自己幼年丧父，后来母亲也去世了，是孤身一人。就连林美丽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说老公一个人多么不容易，让我生了怜悯之心。电话那头传来声音，没事，陶瓷娃娃早已经和他连接上了，那只是一个小玩意儿，我交给你的那2个东西还在，就不会出差错。明天晚上月圆之夜，我们把小宝带过来，把那贱人的心尖血滴在小宝嘴里，这事就成了。行，妈，听你的，这次我们终于可以成功了。老公阴森森地笑着，声音穿刺进我的大脑，小心为上，别让他跑了。放心吧，妈，他不可能发现的。你照顾好美丽，这边有我，不会出事的。电话那头的老太婆就是今天林美丽家的那个瞎眼老婆婆。老公竟然和林美丽一起诓骗我，他根本就不是孤儿。这一切似乎是早有预谋。明天晚上我就要死了。我吓得腿都软了，差点跌坐在地上，扶住墙才站稳。老公好像听到了动静，挪动着椅子。我拖着麻木的双腿爬回床上躺下，死死地闭上眼睛。老公推门进来，他朝着我走了过来，气息越来越近。我能感受到黑夜里一双阴鸷的眼睛盯着我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公没有叫我起床，甚至反锁了房门。我赶紧给爸妈发消息，让他们给老公打电话，就说叫我回家过户老房子，联系不到我。我一切说妥当后，我就删了聊天记录，躺在床上装睡，听着老公接起了电话。老公自然是很愿意的，我临死之前能再让他多一套房子，强烈的贪欲让他瞬间放下了戒备。老婆，起床了，咱爸给我电话，让你回家一趟。老公，我好像有些身体不舒服，今天哪里也不想去，帮我给领导请个假吧。我特意伪装成虚弱的样子，在他进来之前还搓了搓脸蛋，让脸看起来又红又烫。老公虚情假意地哄了我一会儿，让我去办理房屋过户。等我出门之后，拐进公园里隐蔽起来，观察家里的动向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老公出门了。我猜他肯定是去找林美丽报喜。等他走远，我快速折返回家里，飞快地翻找着各个角落。柜子里、马桶、抽水箱、沙发底下、床底下，哪里都没有。到底会放在哪里呢？家里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，我都一一检查了一遍。脑海里灵光乍现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李伟肯定藏在了我每天都能接触到的地方。直到我把视线落在了衣帽间的首饰盒上，这是老公出差时从古镇带给我的，是当地有名的漆器香罗钿工艺。我打开首饰盒，仔细研究了好久，最终拆除隔层，在里面翻出一张符纸和2个小人偶。大一点的人偶是按照我的样子做的，被开膛破肚，5脏6腑都是空的，从肚子里牵着一条红线出来，通到小一点的人偶肚子里。小人偶明显是个出生的男婴模样，手里还捏着一柄剑，扎向大人偶的心脏。近距离的接触让我浑身泛着寒意，感觉生命在慢慢被人偶吸收，后背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一样，直不起来。耳朵里又浮现出婴儿恐怖的笑声，不由得有些发怵。我强迫自己支撑住身体，连着符纸和人偶一同包起来，放到秦婆婆给的红纸里，立刻咬破手指，滴上了我的指尖血。滋啦一声，红纸上冒出了一阵白烟。我打了个哆嗦，感觉背上的负重感减轻了许多，身体也似乎在慢慢恢复起来。我将首饰盒的隔层安装好，准备带着这些物去找秦婆婆。找到秦婆婆的住所，将东西递给她。姑娘，这压胜之物很邪乎，是我门中禁术，害你之人用过不止一次。幸好早发现，不然就算是我也无力回天了。大娘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个东西处理掉，我就能活下去了吗？秦婆婆闭着眼睛念起了咒，指尖升起一把符火，烧掉了人偶。大娘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自作自受？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一想到李伟和林美丽他们这对狗男女，我双手紧握成拳。一个计划在我心中油然而生。这张反血符可以让害你的人反噬到他自己身上，你回家用火烧成灰，想办法让他吃下去，1个小时后才起效果。好，谢谢大娘。接过符，我才顺了口气，此仇不报非我也。临走时，我又塞给秦婆婆5000块钱，就当是买这张反血符，并告诉她我接下来的计划还需要得到她的帮助。想害我的人一个都跑不了。至于秦婆婆说的害我的人不止害过我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心里一直萦绕着这个谜团。你好，帮我调查一下这个人，5个小时能出结果吗？女士，5个小时可能不够，您看，这至少得1天。眼前的私家侦探看着我递过去的资料，拧着眉头。我加钱5万。私家侦探拧着的眉头快速舒展，讪笑道：好，女士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去了趟爸妈家，跟他们说明情况，免得他们担心。爸妈都气得不轻，嘴里骂着李伟。为了我的安全起见，他们不打算让我回家了。爸妈，我还得回去，不然怎么能让那些坏人自食恶果呢？傍晚就收到了私家侦探发来的资料。李伟母亲原名韩佩兰，从小是被人遗弃的孤儿，被一家道观收养，自然也就学习了一些阴阳玄烛。后来因为学习了道法禁术，被道观赶了出去。
跟李伟的父亲结了婚，转年就生下李伟。离奇的是，李伟的父亲在李伟生下来时就失踪了，杳无音信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至于李伟和林美丽，的确是村里的邻里关系，算得上青梅竹马。私家侦探还发过来一张体检报告，林美丽没有生育能力。那她是怎么怀上孩子的？看着资料里面的租房合同，我才知道，那个房子林美丽早在跟我说回老家前就住进去了。她一直打着回老家的旗号跟我失联，其实暗地里背着我和我的老公，我所谓的婆婆住在一起。道了声谢谢，就将尾款打给了私家侦探。回家时，我顺路买了几个微型摄像头，藏在房间里隐蔽的角落里。喂，美丽，晚上来家里吃饭啊？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。林美丽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挂了电话，给李伟也发去信息：老公，我叫了美丽过来吃饭，你也早点回家哦。老公下班和林美丽一起回来的，老婆，进小区遇见美丽，我们就一起回来了。林美丽也热情地跑过来抱住我。老婆，房子这事过户完了吗？李伟两眼放着光，看着桌子上的房本。我提前伪造了假房本，像他这种没见过房本的人也看不出什么端倪。快洗手吃饭吧，菜都快做好了。我淡淡一笑，丝毫不想理会两人暗地里的眉来眼去。我转身进了厨房，将反血符点燃，粉末拌进菜里，看着他们将眼前的菜吃个精光，才放下心，今晚有好戏看了。吃着饭，突然觉得很困，整个人似乎有点晕乎。我没有声张，坚持撑到去卫生间看手机监控，才发现林美丽在我的杯子里下了强效安眠药，真是大意了，没想到他们两个竟然给我留了一手。我不停地用冷水冲脸，想让自己保持清醒，我好不容易要摆脱诅咒了，我不能再被他们害死。不知道反血符能不能反噬药物作用，我一定要撑住。瑶瑶，你没事吧？怎么还不出来？林美丽敲着卫生间的门。没事，我马上就好了。说着，我反锁了卫生间的门。林美丽敲了很久，不耐烦了，开始大声地拍门。瑶瑶，你快出来，别躲在里面了。美丽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把门踹开。李伟也不装了，语气阴狠地说着。李伟，林美丽，你们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竟然想害我。瑶瑶，我没有想害你，我只是想救活我的儿子，他活不久的。瑶瑶，只有你能救他了。林美丽拍着门，激动地说着。李伟开始在外面拆门把手，我咬着舌头，舌尖都咬出了血，让自己清醒一点，死死地抵住门，绝不能让他俩现在就进来。最终，我浑身越来越乏力，视线逐渐模糊了起来，门被拆开了。妈，你快带着小宝过来吧，人我已经绑好了。李伟打着电话。我慢慢地开始清醒了，应该是反血符起到了作用。我被他们用红色丝绸绑起来。林美丽看到我醒了，走过来掐着我的下巴。瑶瑶，你这么快就醒了，那待会儿得多疼啊！啧，真是可惜了。林美丽，你不是没有生育能力吗？怎么怀上的？贱人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生育能力？难道你已经都知道了？林美丽瞬间变得目眦欲裂。既然反血符起了作用，那在他们还清醒的时候，我得知道所有的真相。我是知道了，那又怎样？还不是没逃过一劫。林美丽许是觉得我说的也对，又开始得意忘形，把一切缘由都抖落了出来。瑶瑶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和阿伟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要不是婆婆说我不能怀孕，没有子孙命，我们早就结婚了。我早就调查过了，林美丽呀，林美丽，你可真是伟大，为了他们李家传宗接代，忍受自己老公跟别人结婚。那又怎样？我爱阿伟，我愿意做这一切，不像你，贱女人，你的死期就要到了。林美丽被我的话激怒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不过我还得感谢你呀，上大学遇见你这么个有子孙福根的女人。婆婆说了，只要让你每年都献祭一次，这子孙福根就会转到我身上。怪不得我结婚这么久，一直备孕失败。李伟老跟我说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原来是这样，既然你已经得到了我的子孙福根，你为什么还要害死我？林美丽，你忘恩负义！我恨得咬牙切齿。我只知道，我被他换了命，换了气运，只是最近的事。没想到，早在那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瑶瑶啊，真可惜呢。怪就怪阿伟家的遗传病就是这样喽。我也没想过让你死，可是我的儿子，我更不能看着他活不了。遗传的病，那李伟怎么没事？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恐怖的猜想。他当然是献祭了他爸。林美丽还没说完，就被李伟打断了，赶紧闭了嘴。美丽住嘴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李伟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，朝着我走来，笑容狰狞。我知道他要取我的心尖血了。既然反血符起了作用，我倒要让他看看受伤的人到底是谁。李伟举起刀就朝我心口刺去，我惊叫一声，吓得闭上眼睛。随着我的尖叫声，林美丽应声倒地，捂住胸口，心脏处流下股股鲜血，顿时染红了地面。李伟诧异地看着眼前这一切，扔下刀就朝着林美丽飞扑过去。李伟怎么也没想到，扎在我身上的刀伤口却在林美丽身上。哈哈哈，李伟呀，
李伟，取我的心间血本来就只需要1点就行，你为什么要痛下杀手呢？现如今遭殃的可不是我呀，真是报应。如果李伟他只是想取1点心间血，不至于下这么重的手，可他是抱着让我必死的心下手的，结果遭到了反噬。我正疑惑为什么李伟没有中招时，看到李伟背后冒出许多黑气，看来李伟的身体的确是被强行用巫术复活的，经过了无数次炼化。或许他并不是一个正常人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他甚至没有生过病，更没见过他受伤，我竟然从未怀疑过这点。李伟看着眼前快不行了的林美丽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贱人，你用了什么巫术？原来那晚你都听到了。看着李伟并没有一丝想打救护车的心思，我友情提示道，你还不送他去医院吗？他快活不了了哦。不用你管，等我妈来了，有的是办法，到时候要你陪葬。我还以为李伟多爱林美丽呢，还不是在利益面前不顾她的死活。或许说他根本只是想要传宗接代罢了。贱人，你做了什么？瞎眼老太太来了之后大喝一声，她怀里抱着的男婴皮肤已经全部变成乌黑色。妈，你来了，你快救救美丽，她快不行了。救她，救了她，我一会儿怎么再救我的好孙子？小伟，这是已经无力回天了，就算送去医院也未必能活着，要以咱老李家的香火为重啊。没想到李伟没那么绝情，反而他这瞎眼的妈倒是个绝情的。我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，这真是一出好戏呀。林美丽似是听见了瞎眼老太太的话，愤恨地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瞪着她。可惜她已经毫无力气了，连嘴都张不开。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了，林美丽都没等来瞎眼老太太救她，硬生生断了气。瞎眼老太太将一符纸贴到我胸前，让李伟动手。李伟再次举着刀朝我走过来，贱女人，我要让你偿命。危急时刻，我脖子上佩戴的玉佩发出一道亮光，将他硬生生给弹了回去。刹那间，李伟竟然被照射出奇怪的模样，他的五官冒出浓郁的黑色烟雾，随着烟雾的流出，整个身体就像一只皮球泄了气似的，慢慢萎缩。等到黑烟全部冒出来的时候，他只剩下一副人皮，随即瘫在地上。黑烟逐渐聚集成人形，散发着恶心的尸臭味。瞎眼老太太想去阻拦，被黑影一挥手，一团雾气包裹住她，甩到墙壁上。不好，李伟现在丧失神智，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认识了，或者说他已经不是李伟了。黑影逐渐向着我靠拢，发出诡异的笑声。我被黑影举起，身体悬在空中，将我狠狠地丢了出去。我的身体从墙面弹射到沙发上，剧烈的撞击让我的手臂嘎巴一声。我顾不得疼痛，连忙爬了起来，慌乱地解绑在身上的红绸。黑影迅速朝我扑来，正当他作势要吞噬我的时候，秦婆婆来了，随着一道符纸飞来，慢慢变长，环住黑影。手，秦婆婆一施法，符纸紧紧地捆住黑影。接着她又拿出一个与八角玲珑塔相似的东西，将那团黑影的吸了进去。秦婆婆用手指一点，绑在我身上的红绸就解开了。瞎眼老婆婆看着儿子被人收进塔里，痛苦地哀嚎着：“是你，原来这背后是你在搞鬼。”瞎眼老太太用她仅剩的一只眼睛瞪着秦婆婆，满脸的不甘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马上就要成功了，明明已经成功过一次了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看看你的儿子成什么样了。不，小伟成功了，他活了这么久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一定是你害死了他，你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！瞎眼老太太爬了起来，疯疯癫癫地朝秦婆婆扑过去，还没够到秦婆婆的一根手指头，就嘴里喷出一口鲜血，抽搐地倒在地上，身上散发着黑气。因果报应，害人终害己。秦婆婆摇了摇头。我报了警，又进屋给秦婆婆拿了2万块钱，答谢她的救命之恩。秦婆婆摆了摆手，笑了笑，不用了，这次的任务我也完成了，我们算是一次合作呢。大娘，你早就知道李伟他有问题了是吗？对，李伟也是被用了禁术复活的，只不过献祭的人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他父亲的献祭方法非常残忍，所以怨念一直在。秦婆婆顿了顿，又接着说，李伟表面跟正常人一样，但皮子底下早已经被邪气炼化成了鬼影，就是你看到的那黑影。一想到我和这么个非人非鬼的东西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心里直发毛。警察来得很快，几人看着监控记录后也是一脸不可思议，面面相觑。幸好我安装了监控，不然这么离奇的杀人现场，我哪怕长了8张嘴都解释不清。我拉过秦婆婆，小声地跟她商量，大娘，李伟父亲的尸体是怎么献祭的呀？还能找见尸体吗？小丫头，这天机不可泄露。秦婆婆故作高深，大娘，你想啊，本体找到了，怨念是不是就可以真正消散了？再说，大娘，这也算是做好事了，功德无量。秦婆婆想了想，便附在我耳边说了献祭方法，听得我直冒冷汗，这比用在我身上的还要恐怖，简直让人生不如死。不久后，爆出一则新闻，某个村子在一枯井里面找到一口大水缸，里面发现成年男性尸骨，死亡时间大约25年，尸身竟然保持不腐，死状惨烈，十分恐怖。
看着这则新闻，想起了秦婆婆跟我说的，李伟的父亲李洪明是被泡进特殊的药草里，每天供韩佩兰取血献祭，药草日日腐蚀着李洪明，即使没了肝脏，也被用邪术吊着一口气。为了防止他呼救，连声带都被残忍的割裂。一想到这里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这比恐怖的连环杀人案都要凶残万分。整件事情算是结束了，我也感受了新生。慢慢的，好的运气又回来了。临了，秦婆婆还给了我一颗药丸，她说可以让我恢复身体受到的损伤。这天，我在路上又看到了秦婆婆，苍老的面容下透着好像少女般灵动的眼睛，泛着神秘。她朝我笑了笑，转身便消失在人群中。